前阵子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说，马斯克的星链网络让亚马逊部落年轻人沉迷 A 片，但你知道吗？这个新闻居然是假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从欧美大媒体呢到台湾都出现了一个有点猎奇的新闻，报道说亚马逊有一个偏远的部落，在引入了马斯克的星链网络之后，部落长老发现年轻人该打猎不打猎，该捕鱼不捕鱼，整天沉迷社群跟看 A 片，甚至还去尝试激烈的爱情动作。消息一出来，很快的就成为了全球话题哦，还被做成了各种迷因传开来。但随着报道越传越开啊，部落的领导人就跳出来抗议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各大媒体根本是在扭曲事实，就连马斯克本人也跳出来协助发声。一个本来看起来很好笑猎奇的新闻，后来居然变成了制造假新闻的争议事件。这到底事情的完整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场闹剧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亚马逊星链事件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关键你看，好，韩国有射箭选手视力只有 0.1， 居然还可以拿下2次奥运金牌其实我想打球。你看，韩国射箭国手林东贤视力只有 0.1， 在台湾呢已经是轻度视觉障碍等级了，但他居然在奥运的射箭当中拿过2次的金牌，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样也行。篮球有这样子的例子，你看 Stephen Curry 呢，号称是 NBA 史上最强的3分王，但他患有罕见的圆锥角膜问题，连篮筐看不清楚。而且他不是特例，你看有研究发现，大约15% NBA 球员视力有问题。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呢，现在不少的 NBA 球星呢，包含LeBron James、魔兽等等，也都会选择直接雷射解决，做完成绩呢都变好，跟我蛮像的。到底哪里像？像我也是因为这个运动不方便，出门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去年呢跑去维视做雷射手术，戴眼镜打球超方便。你看，维视的 Smart Trans PRK 零接触近视雷射主打角膜零接触不牵绊，安全高稳定，非常适合运动爱好者。而且风险的部分呢，维视也有严谨的术后把关、术前把关，他们也有严谨的术前把关，要先评估好才会开始做哦。那你雷射完打球比较厉害吗？好像没有，但超安心，因为维视术后角膜安全高稳定哦，超安心。这次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叫做马鲁伯的部落。马鲁伯部落呢，位于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深处，这里的居民只有大概2000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伊图伊河沿岸的草屋里面。有的时候到附近的村子要花上1整周的时间，因此被誉为是地球上面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对，因为这个样子哦，他们还维持着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跟生活习惯，就连我们已经很习以为常的网络服务，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难取得的资源。一直到后来哦，有一个叫做伊诺克马鲁伯的这个部落领导人改变了这个局面。伊诺克呢是亚马逊马鲁伯部落的领导者之一，不过他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一辈子都在部落生活的长老。相反的呢，伊诺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部落以外的地方生活，还曾经呢是可口可乐的平面设计师，年纪也才40岁左右而已。那因为有在外地生活的经验，伊诺克很清楚的知道，像网络这类的现代科技可以大幅的改善部落居民的生活。因此，在2022年，当马斯克的 SpaceX 星链计划宣布要跟巴西合作的时候，他马上就看到了机会。那这个星链是什么呢？就我们之前已经有做过一部比较完整的影片，大家可以点这个地方来看。这边简单来说，星链呢是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提供的一种太空高速网络服务。因为一般的网络服务呢，需要先建设基地台啊、拉光纤等等的基础设施，可是，在很偏远的地方，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星链呢就运用大量的低轨道卫星覆盖地球，用这些卫星呢去收发讯号，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不受到地面基础设施的限制，不管在哪里都能够使用高速的网络。但这种先进的技术服务价格自然也还不会到太便宜。星链的设备呢，一台要价$499，相当于是台币15000元左右，而每个月需要支付$99，也就是台币3000元的网络费。对于偏远的马鲁伯部落人来说呢，这都是一笔很可观的金额。但是伊诺克并没有就这样放弃。2022年的时候，他和当地的伙伴一起写信向100多位的国会议员陈情，希望部落能够使用星链网络。不过这些信件全部都石沉大海，直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整件事情才出现了转机。这个人就是艾利森·勒诺。艾利森呢是一个作家、讲者，还是一位体操教练。更特别的是，他曾经在 NASA 工作过，现在也是许多单位的太空顾问，而 SpaceX 正是他合作过的对象之一。有一天，他收到了一段影片影片的内容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诚恳地向他说明了一个想要在亚马逊部落引进星链网络的计划，并希望能够获得他的协助。这位男子正是马鲁伯部落的领袖伊诺克。长期支持人道运动的艾利森在了解状况之后，爽快答应了伊诺克的要求，不止捐赠了20台网络设备，还亲自搭飞机呢，把这些设备送到了亚马逊部落。2023年9月，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远在亚马逊森林的马鲁伯部落正式透过星链连接上了网络世界。
但是当时他们应该都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皆大欢喜的计划，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巨大的风波。在今年的6月呢，包含了台湾媒体在内，全球很多的媒体纷纷发布了一个新闻，报道亚马逊部落联网之后，年轻人躺平沉迷色情片的消息。这些报道里面提到说，历经了9个月的网络生活之后呢，马鲁伯部落的年轻人变得很懒散，整天都在滑手机，不愿意出去狩猎捕鱼。有些报道甚至说，这些年轻人沉迷网络上面的 A 片，还在部落当中尝试重现某些过度激烈的爱情动作，让部落的长辈非常的担忧。而且很多的媒体都标注说，这些内容主要是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确实，在6月初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叫做《网络最后边疆》的报道，而且报道出来的时候，伊洛克跟艾利森也有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转贴，觉得这件事情能够被世界看见很棒。那部落年轻人是真的有因为网络沉迷色情片吗？答案是并没有。原文的整篇报道呢，比多数的媒体转载的还要更长更完整。内容除了谈到新链网络进入马鲁伯部落的过程，也提到在网络引入一段时间之后对部落造成的影响。里面提到呢，部落长辈发现年轻人开始会在网络群组上面互传一些色情内容，这对一些原本连在公开场合接吻都不太行的部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冲击。而除了色情内容的影响之外呢，报道当中也谈到，大家越来越常使用手机社群之后，人与人面对面的谈话变少。另外，很多年轻人呢开始对网络上面的运动比赛啊、手机游戏更有兴趣，反而降低了学习传统生活技能的兴趣，让有些家长呢开始担心暴力电玩对于小孩的影响。不过，除了这些负面的影响之外呢，报道也谈到了不少网络带来的帮助，像是大家可以更及时的跟远方的亲友视讯聊天，或是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向外寻求这个协助急救啊、互相联系等等。总结来说呢，《纽约时报》确实有一篇报道谈到了网络对于亚马逊部落的影响，里面也有一个段落提到部落长辈对于网络色情内容的担忧。但是报道里面呢，并没有提到部落年轻人沉迷色情片，现实当中呢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些以讹传讹的猎奇报道，却迅速的在网络上面蔓延，有超过100间的新闻媒体用不同的语言传播给了全世界的读者。那想当然已经连上网络的马鲁伯部落居民看到这篇报道，也整个都气炸了。看到这些大量爆发的不实报道呢，伊洛克不忍了，直接在自己的 IG 上面发布了辟谣影片。除了澄清事实之外呢，他在影片也表示说，幸好有网络，我们才能够马上知道我们部落的假消息。而推手之一的艾利森也同样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发文，谴责这些报道过度强调网络带来的负面效应，更认为《纽约时报》应该要负起一定的责任。那当时的《纽约时报》后来也在1周内发布了这个辟谣文章，报道直接表示没有，亚马逊部落没有沉迷色情片。而在这篇辟谣报道当中呢，他们直接点名了《纽约邮报》还有福斯旗下的八卦新闻网站 TMZ， 认为呢是这些媒体在转载时呢刻意下了扭曲片面的标题，才导致后续事件的发生。而这篇辟谣报道呢，后来也得到了马斯克本人的转推，但马斯克也批评说，主要的责任是《纽约时报》，认为他们本来的报道就已经是对部落不尊重跟不友善。而在这之后呢，很多媒体也纷纷跟上，陆续发出了辟谣的报道。整件事情演变到这边，才算是暂时告一段落。那对我们来说，这个事件里面还是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回头去看这件事件呢，最大的苦主毫无疑问就是马鲁伯部落的居民们。部落呢能够用网络，明明是集合了那么多人的努力才促成的一件好事，最后却因为不是事实的沉迷 A 片而登上了全球的版面，让部落的名誉受损可以想象对他们来说呢，一定是非常无奈又心痛的。而这个事件呢，也印证了那句老话，造谣出张嘴，辟谣跑断腿。因为有很多研究都已经显示出，辟谣报道的传播力远低于最低的谣言报道。因为呢，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人脑呢先天就是会对情绪煽动性比较强的讯息更有兴趣。再加上现在各平台的演算法又往往是优先推播多数人感兴趣的内容出去，让这些猎奇刺激的资讯会被散播得更快更猛。但相对的，辟谣想要讲的真相往往都很无趣，也因此很难被大家看见。这些不劣因素的结合，使得对抗谣言变成了一场超级不对称的战争。那当然，这不表示说辟谣就不重要。以这次的事件为例呢，尽管《纽约时报》最初的报道已经相对的完整跟持平，但当争议出现时，他们没有逃避责任，第一时间发布了一篇澄清报道，并点名了某些恶质的媒体。而在这之后呢，台湾的公视啊，还有转角国际也做了很完整的跟进报道，让大家更有机会认识到事情的全貌。不过这边呢，就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最开始的《纽约时报》报道也还算持平，为什么那么多的媒体要报道这样子扭曲事实的内容呢？这次事件，很多人矛头都指向了媒体。不过，我们在看了很多的相关报道之后，发现大部分怪怪的报道问题大概有2个方向。第一种呢是直接扭曲或是断章取义《纽约时报》的原文，只放大最糟糕的部分。这种问题就很明显，我们这边就不特别讨论。
那第二种类型就比较特别哦，他们报道内容其实没有偏离《纽约时报》太多，但却下了非常耸动的标题。而这个方面的问题呢，老实说，包含我们自己也每天都在天人交战。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在报道跟内容的传播很大程度呢是要仰赖演算法的推播。如果不是用比较耸动夸张的标题，很多人可能根本对远在南美洲的亚马逊部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媒体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于是花时间追查、翻译、设计成报道，结果却没有人要看。这对于媒体的运作，甚至是社会公益的价值来说，都是一个很丧气的打击。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蛮多的新闻报道会这样下标。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些被大众认为公益价值没有那么高的内容，就用了耸动或夸大的标题，想要诱骗点击，有的甚至还有断章取义、扭曲事实或造成误导的问题。对，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也曾经踩过这条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省自己，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太习惯，或是太放大流量的重要性，就不知不觉的踩线，然后因此收到了蛮多观众的批评。那这样讲呢，并不是要讨拍或是叫大家不要骂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能够收到观众们的回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机制，让我们更小心的去处理每一次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更能够清楚的摸索出那个界限跟原则在哪边。而从一个乐听人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双向沟通也有机会凝聚出大家的标准跟界限，让媒体知道大家能够接受什么，不能够接受什么，同时也让好的报道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或许也是面对当下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尽一份力的方法吧。好的，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从一个乐听人的角度，你觉得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个错误的新闻得到澄清呢？我会帮忙转发辟谣的新闻，手动增加触及率。B， 我会去没有修正的新闻底下留言，帮忙澄清事实。C， 我觉得有点悲观哦，怎么做都很难让原本有误会的人知道真相。第七条，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亚马逊部落沉迷 A 片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呢鸟不是真的以及假新闻产业链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